在中国空军空运体系的发展历程中，中型运输机始终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却长期滞后的角色。被外界称为运30、运15或新中运的中型运输机，其概念模型早在2014年第10届珠海航展上就已首次亮相。但从模型到2025年12月16日首飞，跨越了整整11年的研发周期，新中运终于补齐战术运输的最后一块短板，使中国空军真正拥有与世界一流空军相匹配的完整空运体系。据推测，新中运满载起飞滑跑距离在简易跑道上约800米，极限滑跑距离约700米，小于美军 C-130的1090米。最大载重量大于30吨，也大于 C-130的20吨，巡航速度大于600千米每小时，满载航程大于3000公里，最大航时超过12小时。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引进苏联安12运输机，并在此基础上仿制生产运8，到21世纪初改进出运9。然而，运8-9系列的底层设计终究无法跳出苏联20世纪50年代的技术框架。安12脱胎于安10民航客机，其存在4个维度的底层缺陷。首先，机翼面积偏小，导致翼载过高。安12的最大起飞重量61吨，翼载高达501千克每平方米，而同级别的 C-130H 最大起飞重量70吨，翼载为438千克每平方米，这使得安12及其国产派生型在低空低速环境下的操控性能显著劣于 C-130。其次是重心移动范围有限，限制单件空投重量。安12允许的重心移动范围非常有限，而导致其单件货物的空投上限仅为 7.4 吨。相比之下， C-130J 的单件货物空投上限可以达到15吨。中国空降兵部队装备的伞兵战车等重型装备，在运8-9平台上无法实现整件空投，只能采用分节空投或多次空投的方式，严重降低了空降作战的效能。第三是最低飞行速度偏高，难以执行直升机空中加油等特殊任务。安12的最低飞行速度在250千米每小时以上，而 C-130 的最低速度仅为185千米每小时。这一差距使得 C-130 能够改装成 KC-130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而运8-9则无法胜任这一任务。最低速度偏高也意味着运8-9在低空空投时的操纵余量更小，对飞行员的技术要求更高。第四是货舱尺寸不足，难以容纳现代装备。运9货舱宽 3.2 米，高 2.35 米，容积约122立方米，而 C-130J 货舱宽 3.12 米，高 2.74 米，容积约146立方米。虽然运9在货舱宽度上略优，但在高度上的明显劣势限制了可运送设备的高度。随着解放军陆军和城化改革的推进，大八轮车组等现代化装备的尺寸日益增大，运8-9的货舱已难以整装运输这些装备。虽然运20的最大起飞重量达220吨，最大载重达66吨，航程达7800公里以上，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但运20并不能完全覆盖中型运输机的需求。一方面，运20的设计定位侧重于重载远程，使用成本远高于中型运输机，并不适合执行频率高、单次运量小、起降条件恶劣的战术空运任务。另一方面，运20庞大的体型使其在简易机场、高原机场、岛礁跑道等受限场地的起降能力受限，也无法替代中型运输机的战术角色。由此，运20的66吨级与运9的20吨级之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运力断层，30吨级载重恰好处于这个断层的中段，成为中国空运体系中最突出的装备缺口，是战术空运的黄金吨位。与此同时，现代战争形态的演变对中型战术运输机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内线重兵防御的时代已经过去，外线精兵不控成为发展方向。
火力和信息填补了远程部点之间的间隙，松散部点但互相支援的精兵能够极大提高战场控制效率。在这一作战理念下，快捷可靠的后勤支援成为其中的关键。高原边境地区海拔高，空气稀薄，机场设施简陋，涡扇动力运输机在高原环境中推力衰减严重，而涡桨动力凭借螺旋桨滑流增生效应，在同等条件下的起降性能更为优异。而南海岛礁、远洋基地等前沿阵地的补给保障，也需要在有限的跑道长度和简陋的机场设施条件下完成。新中运在气动布局上的设计选择，正是体现了对中国战术运输核心需求的深刻理解与精准响应，采用了悬臂式上单翼加 T 型尾翼的经典战术运输机布局。上单翼的设计使机翼横跨机身上方，发动机短舱位于机翼下方，螺旋桨桨盘与地面之间有足够的离地间隙。这种布局在战术运输场景中的优势是多方面的。首先，发动机远离地面，在土跑道、砂石跑道上起降时能够有效避免吸入砂石等地面杂物。其次，机身紧贴地面，降低了货舱地板离地高度，便于车辆和物资的装卸作业。此外，上单翼还允许起落架短舱布置在机身两侧，简化了结构设计。气动效率更高的 T 型尾翼及高平尾，是新中运区别于运89低平尾最显著的外部特征之一。对于低平尾飞机而言，机翼产生的下洗气流和一根发动机短舱、螺旋桨滑流产生的复杂涡流会干扰位于机身尾部的水平尾翼，而 T 型尾翼将水平尾翼置于垂尾顶部，使其远离稳流区，处于相对洁净的自由流中，提高了平尾气动效率，气动力更加稳定。加之 T 型尾翼的水平尾翼位置更靠后，提供了更长的尾力臂。为了达到相同的俯仰力举， T 型尾翼所需的平尾面积或偏角更小，这意味着较低的阻力和较小的操纵力。由于高平尾不占据后机身空间，后机身可以更自由地用于设计大型尾门和货桥，这对于需要尾部装卸空投空降的军用运输机非常有利。同时， T 型尾翼还能有效避免起降时机翼放下对平尾的气流遮蔽效应，而这是低平尾设计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另外，水平尾翼安装在垂尾顶端，如同在垂尾顶部加装了一块巨大的端板，有效阻断了垂尾顶端的气流绕流，这使得垂尾两侧的压力差能够更有效地保持，从而较大地提高了垂尾效率。当然， T 型尾翼也并非全无代价，除了需要格外粗壮的垂尾结构，其最明显的缺点是容易导致飞机进入深失速状态，即机头极高难以改出的锁定失速。比如在航空技术飞速发展的早期， T 型尾翼因其独特优势被工程师们所青睐。麦道公司的 F-101 和洛克希德的 F-104 均采用了这一设计。F-101 采用35度后掠翼，高平尾位于垂尾 70% 高度处，其失控主要发生在高空大马赫数下转弯或着陆进场增加仰角减速时。其后掠翼的翼尖涡流在失速时向内移动，加剧了对平尾的干扰，机头急剧上扬，随之进入尾旋。而 F-104 为了高速性能，采用极小展弦比的大后掠梯形翼，前缘半径及锐利仅 0.41毫米。这种刀片机翼在低速时气流极易分离，加之大后掠翼的翼尖涡流，最大程度放大了对平尾的干扰，成为诱发失速的根源，是名副其实的寡妇制造机。麦道公司后来设计的 F-4 鬼怪战斗机虽然也继承了高平尾，但工程师通过增大机翼面积、优化气动布局和引入先进的增稳系统，极大地缓解了上扬问题，成为一代名机。而当时 C-130 虽然和 F-101、F-104 都在1954年首飞，但在设计上将可靠性和任务适应性放在了首位，采用了简单的低平尾设计。如今 T 型尾翼在现代军用运输机设计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主流地位。新中运采用了更利于低速大载荷飞行的平直高升力机翼，不同于大后掠翼，
这种机翼在失速时，通常从翼根开始，失速特性更温和，不容易产生强烈的集中涡流去干扰 T 型尾翼。而电传飞控计算机能实时监测飞行状态，当接近危险边界时会主动干预，从根本上避免飞机进入可能导致失控的姿态。运20等高频尾飞机的成功实践，也已经为新中运提供了成熟的经验借鉴，最终在最大化战术装卸效率的同时，确保了全包线飞行安全。显然，新中运和 C-130 在机翼设计上殊途同归，都采用了前缘平直、后缘前掠的高升力构型，有望将翼载控制在434千克每平方米的水平，甚至优于 C-130J 的翼载438千克每平方米，从而获得更好的低速性能。作为对比，安12采用前缘后掠、后缘平直的梯形低组层流翼型，带来了高速巡航的突出优点，但翼载高达501千克每平方米，在低速、短距起降等军用性能上做出了妥协。我们知道，在相同一盏翼面机时，前缘平直的机翼产生升力的效率最高，这是因为流经机翼的气流都乖乖地从前向后流动，不像后掠翼那样将气流分解为沿前缘的斜向分量和垂直于前缘的法向分量，而只有后者才参与产生升力。而且平直翼的失速从翼根开始逐渐向外蔓延，飞行员能够感觉到明显的抖感和升力缓慢衰减，不易出现翼间突然失速。这种平缓的失速特性对于短距进场、空投空降和低空作业至关重要，它给飞行员提供了充裕的处置时间和预警信号。相比之下，安12和运9所采用的后掠前缘机翼在大迎角时，翼间会先失速，容易引发上仰现象，使飞机失去滚转操纵能力，这在野战机场起降时极为危险。另外，机翼后缘前掠本质上又给了机翼一个锥度，从翼根到翼间逐渐变窄，可以等效为前缘，带了轻微的后掠角。这个设计可以推迟机翼在高速飞行时的激波阻力产生，从而提高巡航经济性。后缘前掠的翼型还能有效减小压差阻力，从而改善升阻比，让整架飞机的气动效率更高。后缘前掠还可以让机翼的升力中心向翼根移动，有效减小翼根承受的弯举。因此，翼核等主要成力结构可以做得更轻，为整机减重。可以说，前缘平直、后缘前掠的设计，在升力、阻力、重量和结构强度这几个相互矛盾的关键指标间，找到了一个对于新中运来说近乎完美的平衡点。不过我们知道，传统平直前缘机翼的高速性能较差，当飞机速度接近马赫数 0.6 时，平直前缘机翼的激波阻力会陡增。对于一般平直翼飞机来说，在高度3000米时，巡航速度被限制在670千米每小时左右，在高度10000米时限制在640千米每小时左右。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新中运还采用了超临界翼型和翼梢小翼2项技术措施。超临界翼型是现代大型运输机和客机的核心技术之一。C-17环球霸王、运20、欧洲 A400M 和苏联安70都采用了超临界翼型。我们知道，安12和 C-130J 采用的还是传统的低组层流翼型。具体来说 ，C-130J 是耐卡 64A318 翼根和 NOK 64A412 翼间的组合，其设计目标是简单减小摩擦阻力，通过维持层流状态提高燃油效率。但传统翼型在更高速度飞行时，机翼上表面局部气流会加速到超声速，形成激波，造成激波阻力的急剧增加。而超临界翼型通过前缘盾圆、上表面平坦、下表面后缘有反曲的设计，减缓了气流加速的幅度，使得激波的强度和位置得到有效控制，从而在较高速度下仍能保持较低的阻力。新中运采用超临界翼型，有望实现以下收益：在保持平直前缘机翼低空低速升力优势的同时，适当提高巡航速度和经济性，在不增加翼面积的前提下，提高升阻比，改善航程性能。
与传统翼型相比，超临界翼型的结构效率更高，有利于减轻机翼结构重量。而一艘小翼安装在翼尖处，起到类似端板的作用，直接阻碍下翼面气流向上翼面的绕流，从而削弱翼尖涡流强度，减少能量损耗，并提高机翼升阻比。不过，一艘小翼在民用客机上比较普及，却鲜见于军用运输机。C-17作为全球部署的战略运输机，美国空军要求其能在特定尺寸的机库停放3架，为此麦道公司不得不将翼展从最初设计的53.3米缩短至50.3米。为了弥补这3米翼展带来的升力损失和航程缩短，工程师才为其加上了一艘小翼，将实际翼展恢复到51.75米。C-17需要在10000米高空进行长时间巡航，在这种工况下，一艘小翼能有效削弱翼尖涡流，这一设计能降低约2%的油耗和3%的阻力。而在战术运输机最常活动的低空低速状态下，小翼的减阻效果并不明显，其效率优势主要在中高空巡航时才得以充分发挥。而且小翼本身及其带来的翼根弯矩增加，将迫使机翼结构加强，导致结构增重。加装小翼还会增加飞机的侧向面积，在侧风起降时产生附加力矩，可能影响其抗侧风能力和低速操纵性。因此，全球战术运输机中，意大利的 C-27JNG 斯巴达人直到近年的后期升级中，才采用了先进的3D 增材技术制造的一艘小翼，使得其最大起飞重量增加1吨，巡航速率增加25%，爬升率增加120%，最大作业高度提高30%。新中运初始设计就选择了一艘小翼，表明其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执行更多样化的任务，既要承担前沿突击任务，也常需执行中远程转场、跨境支援等任务。此时提升巡航经济性就显得至关重要。新中运还需为改型任务预留冗余，可能发展为预警机、反潜巡逻机、加油机、电子侦察等多种机型。这类任务更需要长时间在高空巡航，一艘小翼带来的燃油效率提升对任务效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为了克服一艘小翼的传统弊端，新中运的工程师们必然进行了多方面的精细优化。小翼本身的设计至关重要，通过 CFD 计算与超临界机翼进行协同设计。由于超临界机翼的下表面气流加速和高压的产生主要在后半段，一艘小翼尤其需要在后半段挡住侧卷过来的涡流，前半段用处不大，所以新中运的小翼面积较小，只有后半截，以实现最佳的减阻效果，并最大限度降低对翼根结构的影响。为了抵消小翼带来的额外重量和弯矩，新中运肯定采用了3D 增材技术和优化的翼核结构，有效控制了增重，并确保了结构安全。动力方面，涡桨发动机在战术运输场景中具有一系列不可替代的优势。所有成功的中低速、中低空大载荷战术运输机无一例外地选择涡桨动力。不同于活塞发动机，涡桨发动机是以喷气发动机和心机为心脏，再由减速器驱动螺旋桨，功重比高，高空性能优异。涡桨发动机的优异性首先体现在滑流增生效应。螺旋桨旋转产生的滑流吹过机翼和襟翼，即使在飞机相对迎面气流的速度为0的情况下，机翼依然能产生额外的升力。这一特性对于短距起降和低空空投作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比如，美国海军 E-2C 鹰眼预警机曾在航母降落时拉断阻拦索，从甲板冲入海中，却从海面重新拉起的案例，生动地诠释了滑流增生效应的威力。而同样的条件下，采用涡扇发动机的战斗机绝无可能复飞。正是因为滑流增生效应，使得涡桨运输机能够在更短的跑道上完成起飞和着陆。新中运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机场，甚至在800米长的野战跑道上，比涡扇机型具有明显的起降优势。其次是燃油经济性。
涡桨发动机依靠其巨大的桨盘面积，能够处理比涡扇大得多的空气质量流量，从而只需赋予空气一个很小的速度增量，即可产生所需推力。所以，涡桨发动机的推进效率在亚声速飞行条件下显著高于涡扇发动机。随着飞行速度提高至跨声速以及空气密度降低，涡桨的桨尖会产生激波，且质量流量优势减弱，其效率优势会逐渐丧失。此时涡扇成为更优选择。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机场，空气密度显著降低，所有航空发动机的推力都会衰减。但涡桨发动机面积更大的桨盘可捕获稀薄空气中的质量流量，其推力衰减幅度小于涡扇发动机，这使得涡桨运输机在高原环境中具有更好的起降和爬升性能。新中运选用4台国产大功率 AEP500涡桨发动机作为动力装置，其起飞当量功率不低于5000千瓦，约6800马力，远高于 C-130J AE2100D3 的3450千瓦。起飞耗油率不高于 0.258千克千瓦小时，较上一代发动机降低约 26.5%。4台发动机的总输出功率将达到2万千瓦，强悍的公重比为新中运实现30吨级载重短距起降和高原性能提供了充沛的动力储备。AEP500还配备了8叶复合材料螺旋桨，在简易机场和砂石跑道上能有效避免吸入砂石问题，还大幅降低了运行噪音。这一特性对于改装成反潜巡逻机或侦察机时尤为有利。AEP500配备了全权限数字式发动机控制系统，推测也装备了能精确调整桨叶角度的螺旋桨变距机构，从而通过软硬件协同可以实现螺旋桨反转制动能力。4台发动机的澎湃总功率为短距制动提供了充足的底气。与常见的6叶螺旋桨不同， AEP500配置了8叶高侧斜螺旋桨，在制动时能产生更强的减速力，效率更高。使用轮刹时，滑跑距离仅能缩短约 25%， 而启动反桨制动后，飞机的减速效率将提升至轮刹的3倍，降落滑跑距离可缩短高达 67%， 约为363米，成为名副其实的前线机场利器。货舱是运输机的核心作业区，其尺寸和布局直接决定了飞机能够运输的装备类型和运输效率。新中运的货舱推测采用方形截面设计，尺寸约为高 3.5 米，宽 3.5 米，有效长度14至16米。方形截面相比传统的圆形截面，空间利用率提升了约 20%， 能够更有效地容纳方形截面的集装箱、方舱和装备。车辆物资的装卸更加便捷，货舱内部的装载规划更加灵活。新中运的货舱能够容纳的装备包括一辆150式轻型坦克，战斗权重33至35吨，减油减弹后可控制在30吨以内；2辆08式轮式战车，3辆山猫全地形车，1架主旋翼折叠的直-20直升机，防空导弹发射车、雷达方舱、厢式火箭炮发射车等。货舱地板采用直通式设计，配备滚轮和细流系统，能够快速进行空投、空降作业。后部大型尾门放下后形成斜坡，车辆和装备可以自行驶入或驶出货舱，将装卸时间从小时缩短至分钟。这一设计沿袭了自 C-130 以来战术运输机的经典布局，但在结构细节和材料应用上有了显著优化。新中运在结构设计中大量应用先进复合材料，这是其区别于运89和 C-130J 的重要特征。应用范围可能包括机翼蒙皮、尾翼、货舱地板部分机身蒙皮等。保守估计，复合材料在新中运结构重量中的占比可能达到 30% 以上。结构重量的减轻直接转化为有效载荷的增加。我们在将新中运置于国际中型战术运输机的发展谱系中进行比较，有助于更清晰地把握其技术定位、竞争优势与潜在不足。
C-130大力神是世界上生产时间最长、改型最多、装备范围最广的中型战术运输机。其基本构型经历了70年的战火与时间考验，被公认为中型战术运输机的黄金标准。自1954年8月首飞以来，该机已持续生产超过70年，总产量超过2500架，衍生出130多种型号。其装备数量在美国空军运输机中占比约70%，远多于重型的 C-17和 C-5。C-130的诞生与朝鲜战争密切相关。长津湖战役中，美军陆战一师在夏节雨里的野战机场只能安排部分伤员搭乘运输机撤离，主力部队从路上突围。水门桥争夺战中 ，C-119 运输机空投 M2 车折桥组件时无法精准控投，险些耽误了美军抢修水门桥的时机。这些战例暴露了当时美国空军在战术运输能力上的严重不足。C-130服役以来，几乎参与了美军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在越南战争期间 ，C-130不仅执行常规空运任务，还经常客串轰炸机。一架 C-130可装载20余枚 CBU-55B 燃料空气子母炸弹，打开后舱门投放，可将几十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化为火海。美国空军还通过 C-130投放重达4.5吨的 M121 巨型炸弹，在丛林中炸出空地，引爆地雷。AC-130 幽灵炮艇机在越南战争、海湾战争、入侵巴拿马、巴尔干冲突、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行动中服役。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初期， C-130实施了自越战以来首次低空战斗空投，并使用夜视镜完成了首次战斗集装箱空投。另外 ，C-130的短距起降能力在实战中得到充分检验。为了在越南战争期间及时为西山基地提供补给，飞行员们需要将重达50吨的 C-130降落在跑道尽头标有 Danger 字样的短距离内，并利用螺旋桨反推在有限距离内快速制动，以便完成被包围美军基地的紧急补给任务。伊朗人质危机中，美军曾极端改装 C-130，加装30枚火箭助推器，以实现超短距起降，力求在足球场大小的空间内完成人质救援。虽然该任务最终未执行，但凸显了其短距起降能力的极端价值。挪威空军的 C-130J 在北约演习中曾成功降落在长约152米的海滩区域，展现了非凡的野战起降能力。除了实战 ，C-130F1963年在美国弗莱斯特号航母上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起降测试，在不使用弹射器的情况下成功起飞，在无拦阻索辅助的情况下，仅依靠发动机反推就完成了着舰，最短着舰距离仅为80米。C-130的短距起降能力使其从一个单纯的运输工具进化为一种能够重塑战场空间、执行复杂特种作战的战略资产。但 C-130毕竟是70年前的设计，尽管经历了不断的修修补补，到了 C-130J-30这一版本，货舱结构其实也称不上理想，但已经改无可改。美国陆军很多技术装备的设计规划早就苦于货舱的横截面积不足。C-130首飞3年后，苏联于1957年试飞了安12，其最大载重20吨，最大起飞重量61吨，转场航程5700千米。起落架远比 C-130粗壮，能承受更粗暴的着陆和更糟糕的跑道条件。货舱地板矮，便于在缺乏装卸设备的前线机场快速装卸。但早期安12采用非加压货舱，高空飞行时成员必须佩戴氧气面罩，整机自动化程度低，机组工作负荷大。苏联在1973年做出了一个严重的战略误判，停产安12，指望伊尔76战略运输机全面取代安12，导致中型战术运输出现断层，不仅推高运营成本，还挤占了战略投送运力。而且伊尔76并不能像安12那样在极度简陋的前线环境降落，无法完全取代后者。
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期间，安12始终在前线扮演重要角色，印证了这一判断。20世纪80年代，充分吸收阿富汗战争中对野战起降高航速和生存性的实战经验，苏联于是启动研制新一代安70战术运输机，以求全面超越 C-130，部分性能甚至强于多年后欧洲推出的 A400M。安70配装4台依附秦科进步设计局的 D-27桨扇发动机和 CV-27对转桨扇，单台功率达1万千瓦。D-27采用双排对转桨扇，前排8叶，后排6叶，马刀形后掠叶片在高速飞行时推迟激波产生。发动机启动时，双排桨叶反向旋转以抵消扭矩，后排桨叶同时回收前排桨叶产生的旋流能量。巡航马赫数 0.7 以上时，推进效率比大涵道比涡扇高12%至15%，燃油消耗比同级别涡扇低约30%。其续航能力极大，已经接近8000公里，基本与战略运输机无异。同时，其最大航速可以达到惊人的800公里每小时。采用涡扇发动机的伊尔76运输机也才为850公里每小时，远优于图95轰炸机上那4台巨大的 NK-12传统涡轮对转螺旋桨发动机。尽管安70在1994年成功首飞，然而项目的推进始终伴随着厄运。1995年首架原型机与安72相撞坠毁，2001年因严寒天气引擎失灵导致硬着陆受损。安70在440次飞行中，甚至有高达52次的空中停车记录。随后，联合推进该项目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经济上遭遇严重困难。此后，两国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终使安70项目难逃夭折的厄运。冷战时期，为减少对美国装备的依赖，法国和西德在20世纪60年代初联合研制了 C-160中型运输机，累计生产超过200架。冷战结束后，替代机型 A400M 应运而生，其定位是一型介于 C-130和 C-17之间的战略战术运输机。但从20世纪90年代初项目提出开始，欧洲内部围绕成本分摊、工作份额争吵不休，直到2009年 A400M 才完成首飞。其空重70吨，最大起飞重量141吨，最大载重37吨，配装4台8000千瓦级涡桨发动机，航电设备更现代化，拥有极大的舱容，对 C-130形成碾压。然而，对于大多数战术任务而言， A400M 的运力过剩，效率低下，加之采购成本高昂，交付速度缓慢，未能如设想的那样全面取代 C-130。即便是强调国防自主的法国，也在装备 A400M 的同时，采购了新一代 C-130J。A400M 的经验表明，试图用一个机型同时满足战略和战术需求是一种艰难的平衡。对于已经拥有运20这样的战略运输机的中国而言，新中运不需要也不应该试图成为 A400M 那样的全功能型，而应当专注于战术运输这一核心使命。其 3.5 乘 3.5 米的方形货舱、30吨级载重、4发涡桨动力、短距起降能力，这些特征将使新中运成为一个高度通用的平台。其开放式任务系统架构允许根据不同任务进行改型，预警任务安装预警雷达和指挥控制设备，加油任务安装加油吊舱和油箱，反潜巡逻机安装对海搜索雷达、声呐浮标发射系统和磁翼探测仪等。新中运将使中国空军的空运体系从后方战区的2点一线升级为后方战区枢纽前进基地最前沿的多点网络，能够从内地纵深基地直接向远海方向、高原边陲、第一岛链等热点地区投送特战分队、突击力量、防空单元、侦察装备，实现精锐作战力量的敏捷部署和稀疏化部署，能够将关键弹药、装备、食品、医疗物资从战略后勤枢纽直送前进补给基地，极大缩短了补给周期，提高了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路漫漫其修远兮，从首飞到列装，再到形成规模化的战斗力和生产力，
新中运还有一段漫长且艰难的路程要走，唯有度过起伏跌宕的研制周期，克服一个个技术难关，新中运方能蜕变成光彩照人的铁翼天车。但可以预见的是，这款迟来却更香的中型运输机，必将与中国空军的力量投射需求同频共振，成为新时代空中机动力量的重要支点。